Hello， 兄弟们 ，MG7 终于来了，熟悉的 BGM 听着嗨不嗨呀？外放的兄弟们对不住了啊，主要还是我想听。MG7 上市后，评论区的呼声很高，也有太多的私信要求我们评测这款车。都说评测目前只认新蚂蚁车评，想看 MG7 最真实的表现。这不，费了洪荒之力搞了这台 MG7，来满足大家的胃口。3遍弹幕把宠粉 UP 几个字狂刷一波。趁着刷弹幕的时间，再一次发挥聪明才智，做首诗分享给大家。上汽名爵 MG7， 大马力配大尾翼，四出无框大掀背，国产同级轰炸机，横批装杯。MG7 严格意义上来讲，应该不算是新车系。07到15年是上一代 MG7 的生存年代，雪茄型的车身，外形英伦范儿十足，内饰设计也是浓浓的复古风，稍微改一改，气质很独特。新款 MG7 不能说是老 MG7 的改款或者是升级，它俩只是都叫 MG7 这个名字而已。唯一的相同之处，也许就是4.8米左右中型车的体型吧。MG7 目前在售的有 1.5T 高中低和 2.0T 高中低，一共6款车型。今天测试的是 2.0T 的顶配，叫 Trolley 加激情钥匙版，指导价16.98万。发动机最大功率192千瓦，261匹马力，最大扭矩405牛米。变速箱是9AT。发动机照面数据很猛，在国内可以说是数一数二。同时，这台顶配的运动化配置也很丰富。首先，它有大角度开启的电动尾门，掀背的设计让侧面后半部分的设计很舒展，有点类似于2门 GT 跑车的造型。其次还装备有可软硬调节的悬架和前桥限滑差速器。其他运动化的配置有跑车必备的无框车门、电动尾翼和全系标配的4出排气。在仪表左侧有一个排气标识的按钮，按下去会进入超级排气模式。尾排的声浪会有明显的加强，再结合这台车405牛米的超级扭矩输出，快乐就这么简单。哇，好响的排气啊！哇哦，哇，好响。MG7 外形的设计用一句话形容，很像一台豹子。前脸低矮，尾部浑厚饱满，侧面看俯冲运动的姿态很到位。其他的不多说，主要说一下车内。MG7 的内饰，我们就说几个比较有意思的点。首先就是这一块尺寸非常大的仪表和中控。仪表的左边呢有几个按钮非常有意思，上面有一个 HUD 的按钮，抬头显示抬头显示整体分辨率以及高度亮度都可以调节。因为仪表正常的模式下是电子转速表，除非按下方向盘上面的 X Mode 按键，才会出来一个圆形的模拟的电子转速表。所以呢，在正常的模式下，抬头显示上面能够显示我们的转速这一点算是比较好的。然后呢，在左边有 ELSD 的按键，也就是电子限滑差速器一般的话都是把限滑差速器给打开的。打开以后的具体效果我们待会儿在动态的时候会讲到。旁边有一个排气管样式的按钮，这个是排气模式就点一下排气的声浪，相应的会加强。再往下就是驾驶选项调节的按钮，一般的车是在中控这一块，在 MG7 上面移到了仪表的左边，有 Normal、Sport、Eco 一般就是正常的 Normal 模式。大屏呢，可说的点比较多，就说几个比较有意思的吧，就是 X Mode 模式下有赛道挑战，有直线加速X Drag 赛道加速上面有0到60、0到100，还有0到400米的挑战。赛道模式呢，里面内置有2个赛道，一个是上海的天马赛道，还有一个就是浙江的国际赛道。再往下可以有其他的几个赛道，显示的是敬请期待，估计是还没有把赛道的地图植入到这台车的中控里面。就以我们举例子，我们在武汉没有赛道，所以这个赛道模式就看看而已吧。
其他的一些功能，比如说像尾翼的开启、电动尾门的开启、车窗的开启，都是通过触控来调节的。一般的话就是点一下车辆，车辆控制这一块。如果说要开启尾门的话，点2下就可以把尾门开启。整体功能的操作逻辑，这一块设置的是没问题的。大屏的下面这一条是空调的调节按键，是全触摸的，反应还好。虽然它是触摸的，但是也有类似于实体按键的按钮，反应速度啊，包括滑动啊等等，做的还可以。再往下说一下方向盘吧。这款顶配的方向盘很粗壮，握感也非常好，上面拍扁，下面拍扁，整个是一个椭圆形的方向盘。方向盘的转动力度也可以调节，正常模式下是很轻的。手感是最大的印象，确实是握起来、开起来还是很舒服的。然后具体一些按键上下左右控制都还可以。方向盘上面有一个很装杯的按钮，就是 X Mode 按一下可以自定义性能调节等等。X Mode 按进去以后，有默认的是 S Sport 模式，还有自定义3种。动力可以调标准运动，电子差速锁可以调低、中、强，转向，还有智能电控悬架，也就是悬架的软硬调节，都在这里面可以调节。氛围灯、运动尾排显示的效果都还是不错的。车身稳定系统、电动尾翼等等，这些跟操控有关的所有的选项都是在 X Model 的性能调节的界面里面可以进行调节，而且也可以支持自定义我一般是放在动力运动、电子差速锁、中、转向、舒适就是最轻的一档。智能电控悬架呢，我调的是运动。氛围灯几个颜色可以调，尾排呢就把它点超级运动模式，就坐在车里就可以很清楚的听到尾部的声浪传进车内。还有车身稳定控制，打开尾翼，打开 OK 保存，这就是我的自定义模式像这种模式下开起来就特别的爽。其他比较有意思的点，第一个就是开门的拉手是往上抠的抠起来有点类似于特斯拉的机械开门的按钮吧。再一个就是头顶上的这一块全景的天幕，因为这个全景天幕是没有遮阳帘的，有点类似于 Model 3 P7 等等这种电动车的天幕。这一块天幕隔热的效果还可以，就比如说像现在将近30度的天气，手摸上去有一点烫，但是呢离头顶这块没有感觉到特别大的温差。像我开的小鹏 P7 和 Model 3，我是不会去在上面加一个遮阳帘的。反正大夏天像武汉这种天气，40多度也没有觉得头顶很烫这个根据个人的感受座椅的柔软度是没问题的，看一下副驾座椅前端有将近3到4厘米的一个加长的设计，跟后排一样前端有加长，但是呢坐垫的高低调节是整体调节。你看我现在不能单独调节前端坐垫的上翘的高度所以呢前端有加长，但是呢大腿前端还是有一点点的悬空。如果前端这一块能够支持单独的高低调节的话，往上翘个2厘米左右这一张座椅的支撑就非常好。因为这张座椅的柔软度、包裹性，包括摸起来的皮质的细腻感都是非常好的，这是这张座椅唯一的瑕疵。坐到后排第一印象就是坐垫跟前排一样，前端翘的不是很高，虽然说前端相应的有大概2厘米左右的隆起但是呢坐垫离地台的高度很低，也没有对大腿起到特别明显的支撑作用。整体呢是坐垫前端偏低，如果说坐垫再往上面翘一点点的话，结合2到3厘米的特殊的设计对大腿的支撑可能会有独到的效果。但是现在就以这样的一个静态乘坐体验呢，如果说想得到很好的大腿支撑的话，只能把腿伸到前方座椅的下面。这张座椅的柔软度还是可以，就是稍微的欠缺一点高度由于配备的是无框车门，后排呢车窗只能开到一半不能再往下降了只能开到这里。整体的空间腿部空间以这个车的体型来讲的话还可以吧，也没有觉得很拥挤。靠背有一点点偏陡因为现在是调的最陡的状态有一点点偏直立，好在靠背和坐垫都比较软，如果说稍微往下滑一点的话，这样坐后排的舒适度还是很高的。接下来对动态层面的表现做快速的总结
100公里加速跑了好几次，最快的一次是6.85秒。关闭 ESP 弹射起步，松开刹车的瞬间，前轮疯狂打滑。1档、2档加速力道很足，可以感受到明显的推背感。时速100到0的刹车距离，最短的一次是39.79米。其他层面，转向的手感可以调节，最轻档力度很轻，转动起来很轻松，转向的指向很精准，响应速度在小幅度的左右快速打方向，车头没什么反应。在低速的时候是很刻意的，没有调得很贼。速度起来后，或者说打方向的动作稍微大一点，车头的反应特别的灵敏。横向离心力来的也特别快，底盘减震这块可以说是这台车表现最好的地方。悬架软硬可调，我在 X Model 模式里自定义把悬架的硬度调的是最强的。在中高速激烈驾驶的过程中，悬架对车身的支撑感很强。时速80过弯，坐在车里身体没有太大的晃动，车外的姿态外侧减震的压缩也不明显。左右快速来回变道 S 型绕桩，重心快速转换的过程中，坐在车内身体没有摆动。悬架软的车做这些动作，几个来回就会很晕。这台顶配的 MG7 在车内晃动，悬架对车身的支撑这块表现得很像是一辆改装车。我之前测试某些车的时候，会经常的建议更换减震。印象特别深的就是雪铁龙的车系和新奇骏。MG7 在激烈驾驶的时候，转向的精准性和反应速度也值得一说。就正常80过直角弯，走线明显比很多大马力前驱车要更加的靠内侧，走线也很短，过弯的极限很高，过弯的速度呢也是特别的快。之前测试40版本的前驱 A4 的时候，过弯推头的现象很明显，差点撞墙。这台 MG7 同样的速度，车身离墙面的距离至少有2到3个车身。顶配的 MG7 集合了一台车动态特性的所有优点，而且实际表现也很强。限滑差速器提升过弯的速度，缩短走线的距离；软硬可调的悬架可以提供足够的车辆支撑，抑制住减震形成的压缩，提升车内的舒适性。说真的，以它的表现，车机内置的几个赛道，如果真的去跑，估计成绩会很理想。日常代步 Normal 模式，发动机低扭充足，应付一般的加速请求，在当前的档位，从1500-600转拉转速走就行，加速的反应还比较快。低扭来得早，不需要频繁的降档拉转速。全液晶仪表 X Model 模式下有转速的显示，抬头显示呢也能显示转速。仪表呢反光严重，在开的时候可以当成一面镜子，整个人完整的投射到仪表盘上。仪表的读数呢不是很方便，所以盯着抬头显示就好。低配没有抬头显示，就只能边照镜子边看仪表。低扭来得早，不需要频繁的降档，降档的反应速度也没有问题。轻踩降1档后拉转速到2000以上，一直到4000左右的中等转速区间，动力的爆发感比 1.5T 的车型要好很多。就是稍微重踩油门降1到2个档后，推背感很强烈，日常开很轻快。重踩油门可以做到7降3、8降4，变速箱中低速和中高速下的整体的反应还是可以的。像这类低扭充足的车，发动机的表现可以弥补变速箱的反应速度。如果变速箱反应还挺快，那就很可怕。MG7 的油耗这次呢没有测试，因为每次测油耗的过程真的很漫长，也很无聊，尤其是纯市区油耗这块。之前开创酷，室内好堵，平均时速只有10几，人都累趴下了，里程还没跑完。这次就报一下表显数据，附上平均时速，也算是有一定的参考性。总里程70.6公里，平均时速20，表现油耗100公里12.3升。这一段开得比较猛，空调全程开启，这个前提要注意。这是台总里程300公里左右的新车，在环线驾驶的时候，各项噪音的控制很不错。去年测试的 MG5 噪音隔绝就很优秀，我也说过，在同级别可以排上等。这台 MG7 也是一样的，并没有说配备的是无框车门，风噪路噪就很大。车内静谧性在同级别同价位是比较优秀的。视频的结尾呢，我说一下我个人的感受。
顶配的 MG7售价16.98万，已经与传统合资 B 级车的价格有重叠。2.0T 的入门版本售价才14.58万，实际开起来、用起来的表现，以及各项年轻运动的个性化配置，竞争力确实是挺强的。各项对比后，我只想说4个字：感谢国产，让我们的选择越来越丰富，也祝愿自主品牌越来越好。